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唐代以其盛世风华和文化鼎盛而著称，而贵族墓葬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成为窥探当时社会生活的窗口。在西安的一次偶然挖掘中，一座唐代宗室墓葬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发现。这座墓葬乃是唐高祖李渊的玄孙李垂公主的长眠之地。墓葬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尤其是一顶奢华的凤冠，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这顶凤冠堪称唐代工艺巅峰的体现，而墓中发现的一座丈夫亲手为他写下的墓志铭，为何令在场的考古队心碎？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座唐代墓葬的神秘面纱，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哀愁。西安，古称长安，作为13朝古都，西安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沧桑。施工队挖出古墓已是见怪不怪了。2001年，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西安理工大学也开启了新校区的建设计划。在施工前，按照惯例，学校邀请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对施工区域进行考古调查，以确保地下文物的安全。谁也没想到，这次调查竟如同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一个庞大的古墓群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在这片施工区域内，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钻探与发掘，总共清理出了186座古墓葬，而其中唐代墓葬就多达140余座，着实令人惊叹。这些墓葬仿佛是一个个沉默的历史见证者，静静躺在地下，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在众多的墓葬之中，有一座编号为2-M2的唐墓，很快就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特别关注。起初，它看上去和其他墓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是座北朝南的土洞墓，墓道是带有斜坡的土洞，向地下延伸，但是经过勘探，发现它的规格特别高，是此次发掘的140多座唐墓中规格最大的。这是个斜坡墓道土洞墓，其构造较为规整且颇具规模，主要由斜坡墓道、3个过洞、3个天井、甬道以及墓室这几部分组成。整个墓葬坐北朝南，墓道之后便是3个过洞，这些过洞起到连接不同区域的作用，仿佛是一道道门户，将人们的视线和脚步逐步引入墓葬的更深处。与之对应的3个天井则增加了墓葬整体的空间感和层次感。天井的存在不仅在建筑结构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功能，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下空间的采光与通风条件。尽管地下墓葬本身光线昏暗，但天井的设计依然体现出古人对于墓葬环境营造的细致考量。甬道相对狭长，它是连接墓室与外部空间的重要通道，宛如一条时光隧道。两侧的墙壁或许曾经有着精美的壁画或是装饰，只是历经漫长岁月，保存状况很差，白灰层脱落严重，所绘内容已无法辨认。而墓室自然是整个墓葬的核心所在，这里是墓主安息的地方。曾经的它或许布置的庄严肃穆，尽显墓主的身份与地位，如今也只剩下朽木痕迹及铁棺钉、木质的棺椁和尸骨。由于积水和西侧墓壁的崩塌，已经从原位向东滑落至墓室的东端，只有头骨依旧停留在它最初的地方。而奇怪的是，这个头骨形状奇特，这让当时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讶不已。这个头骨跟一般人的头骨不一样，呈现出椭圆的形状，看起来几乎有正常人头骨的3倍之长，就好像科幻书中描写的外星人一样，并且还发着一些微弱的光芒。根据头骨的状况推断，墓主的遗体应该是以仰卧的姿态，四肢伸直，头部朝向北方。不过古代的科技很落后，怎么可能会出现外星人呢？现代的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都没有找到外星人真实的踪迹，在古代的时候是真的出现过了吗？通过细心的检查和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骨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头骨，
也许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头骨复原出它的样貌。而且这个头骨不只包含着墓主人的头骨，有2/3其实是一个装饰品，应该是一个头冠。在数次的考古发掘当中，我们都曾经在唐墓里找到过头冠，但是可惜，由于埋藏条件等等诸多的原因，很难进行后期完整的修复。这个头冠会因为此次考古行动重见天日吗？唐代棺石修复成功的难点到底是什么？曾经参与过主持了萧后棺的考古与修复的杨君昌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还是保护问题，尤其是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所幸的是，这座墓葬完全没有被盗掘过，这在唐墓当中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可想而知，里面的文物肯定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墓内众多的随葬器物保存状况又如何呢？但考古人员此时发现 M2 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由于受到地表渗水的影响，墓葬在清理时出现了大多数随葬品都已飘离本来位置的状况，原本摆放有序的各类器物被水流冲散，使得它们的原始布局被打乱。不仅在漫长的埋藏时间里经过水浸，而且里面还有厚厚的淤泥，甚至有一部分已经坍塌了，这就给发掘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这种特殊的保存状况，一方面为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考古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判断和还原随葬品原本所在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对于后续的文物研究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为失去了原始摆放位置这一重要线索，可能会在解读文物的用途、象征意义等方面增加更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这让考古人员内心非常忐忑。好在经过仔细清理后，墓中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铜镜、银壶、梳子、玉佩等陪葬品，可以让我们想象这名女性生前过着何等奢华的生活。唐罗殿花鸟纹平托铜镜，直径25厘米，在光线的映照下，整个镜背光彩熠熠，华丽非凡。这面铜镜不仅仅是工人梳妆打扮的生活用品，更像是一件承载着工匠智慧与审美意趣的艺术珍品。墓中发现的28件微雕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它们由琥珀和象牙两种材质雕琢而成，虽然目前暂时不清楚其原本在墓中的具体摆放位置，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其雕刻技艺的赞叹。其中琥珀雕件有5件，包含利俑、鸾鸟、鸳鸯以及雀鸟各1件，所用的琥珀为紫红色，具备良好的透光性。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琥珀的这一特性，将每一件雕件都打造得栩栩如生。而23件牙雕更是造型丰富多样，有小人俑、瑞禽、怪兽以及建筑模型等等。尽管它们体积微小，但无论是人物的神态、动物的姿态还是建筑的细节，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不得不佩服唐代雕刻工匠的高超技艺。还有那些各具特色的金、银、铜器，像鸟兽葡萄纹内壶八角形银杯铜镜，其独特的内壶八角形造型在铜镜中别具一格，铜提梁罐的提梁设计精致巧妙，鎏金银锁的鎏金工艺使其显得华贵非常。同时在墓主人的头骨旁边发现了几个散落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包括玉器、绿松石、珍珠以及一些精致的小型饰件。这些长期埋藏在黄土之下，却依然保持着美丽颜色和精致纹样的零散小物件，它们是单独存在的吗？还是原本属于某个更大的物件？它们的主人又是谁呢？很快，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发现，那就是墓志铭。这方墓志为方砖模制，静静地放置在甬道北端地面，承载着墓主身份的重要信息。盖面经过磨光处理，四边角还磨出了斜纱，上面有着朱书的痕迹，可惜如今只能在右上角处识出一个大字。制砖正面同样被磨光，上面的制文以朱书呈现，共14竖行，总计267字。就是从这简短的墓志铭文字中，墓主的神秘身份被缓缓揭开。原来
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女子，名叫李垂，字淑贤。李垂丈夫为她亲笔刻写了一块令人痛心疾首的墓志铭，记录着李垂的生平经历。墓志铭中第一段写道：夫人葬于至河南兵曹处南于金殿新坟之作，25岁也，系黄门侍女，故文章杰出，品德高致。元和中为随郎，字襄，卒年贼妇孺。由此可以解读出，这位墓主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而是唐高祖李渊的5世孙女，其家族世系清晰可循。他的5代祖正是有着盛唐神尧皇帝之称的唐高祖李渊，祖父是豫章郡王旦，父亲为四叔王金。按照这样的出身背景，他无疑是宗室后裔，身份极为显赫。作为唐高祖李渊的5世孙女，出身便自带皇室的光环，自幼生活在富贵优渥的环境之中。据史书记载，李垂城长于长安城里的盛业坊，周围居住着诸多达官贵人，尽显尊贵。到了适婚年龄，她出阁嫁给了侯莫陈氏，其父官至宣德郎兼直弘文馆，出身应是北魏贵族后裔，二人的结合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想必在婚后的日子里，夫妻二人也曾有过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享受着大唐盛世下的荣华富贵。然而命运却对她格外残酷，李垂公主在开元24年，即公元736年，年仅25岁的时候便香消玉殒了。如此年轻的生命消逝，着实令人惋惜。至于她的死因，墓志铭里提到其为膏肓之疾，要食无蒸，云雨灭于阳台，魂魄归于泉路。从这样的表述推测，或许在生育产子之时，或许遭遇了难产等意外情况，最终没能抵御病魔的侵袭。她在生命最美好的年华，却遭遇这样的不幸，也让后人为之叹息。她的离世，对于丈夫侯莫陈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从墓志铭中有子在于襁褓，未经吹疾之悲，亲戚感而临关，终痛弥天之别的描述，便能感受到那种痛失爱妻的悲痛与不舍，以及整个家族笼罩在哀伤之中的氛围。这段墓志铭是李垂丈夫侯莫陈亲手书写的，墓志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李垂丈夫的悲伤和思念。时隔千年，仍能让人感到旷野牺牲荒草，千秋万岁西多悲风的凄凉，我们都无法感同身受。身为贵族的她，自幼锦衣玉食，长成后又嫁给了做宣德郎的侯莫陈，夫妻二人本应该恩爱一生，李垂却在25岁时早早离世，让人感到惋惜。如今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明了，那墓室内的神秘头棺成了考古人员下一步研究的对象。他静静地依偎在墓主头骨的旁边，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却依旧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奢华气息。然而由于长时间深埋地下，墓室又遭遇过水浸、坍塌等情况，头棺的整体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精致的零件也散落得到处都是，那些用来固定和装饰的织物等有机物更是早已腐朽不见踪影，只留下金、铜、铁以及绿松石、珍珠等质地的部件。为了让这顶珍贵的头棺重见天日，考古专家们可谓是费尽心思，运用了一系列专业且复杂的修复手段。首先，考古专家果断地采用了整体打包的方式来提取李垂凤棺，才使李垂凤棺的原始信息得以保存下来，也让李垂凤棺的修复有据可依。鉴于李垂墓的完整性和出土遗物材质种类的多样性，中德双方决定共同开展李垂墓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对于头棺的修复，陕西省的考古专家不是很有把握，德国专家便找了一位较有经验的修复师来到中国，一同开展了这个李垂凤棺的实验室清理工作。面对头棺出土时零件散落、结构不明的状况，专家们借助 X 光扫描技术，对头棺被石膏包裹着的部分进行检测。通过 X 光成像，大致确定了头棺各个部件在包裹内的相对位置，
比如头骨位于石膏包的最底部，头冠则戴在头骨上部，且各个小部件呈现出高低错落的分布状态。不过 X 光也存在局限性，像一些有机物，如可能存在的假发、羽毛等就无法检测出来。所以他们利用现代高科技复原技术，小心地将泥土一点点剥离，清理出珍珠、宝石和花钿等部件，过程中还时刻留意着部件上附着的泥土层，从中寻找有机物的残痕，比如通过放大镜和显微镜去观察是否有纺织品印痕、漆的碳化物、木制品、毛发粘结体以及羽毛等残留痕迹，并一一记录下来，边清理边绘图、照相。用照片将新发现的痕迹按照1:1的比例放大，必要时还会使用激光绘图笔，力求把所有能发现的信息都完整记录，确保不遗漏任何对修复有价值的细节。经过漫长而细致的清理，专家一共清理出大小物件500多件，理锤凤冠上所用的材料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在确定各个部件的材质和原始位置后，便是艰难的复原阶段。专家们一方面查阅大量的古籍文献，参考唐代的壁画、石刻等资料，从中寻找关于唐代头饰的记载，了解当时贵妇们发饰的组合样式，以此来推测头冠各部件的搭配方式。另一方面，结合现代的审美和对唐代工艺的理解，凭借着记录下来的部件形状、材质以及位置等信息，开始尝试将头冠进行复原组合。他们精心地把各个金饰件、花钿等按照推测的位置进行摆放，对于规格较大的部件，用特制的小铁钉固定在专门设计的支托上，而那些小巧的金花钿则用胶小心地粘在相应位置，再把发钗按照出土时的位置插好，经过反复的调整和验证，一步步让头冠恢复它原本的模样。整个修复过程凝聚了专家们无数的心血，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挑战，也充分展现了考古修复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这顶头冠之所以令人惊叹，不仅在于它华丽的外观，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精湛工艺。从材料运用上来看，可谓是丰富多样，囊括了金属、矿物质以及有机材料等多种类别。金属方面有金银铜铁等材质，金的华贵，银的素雅，铜的古朴，铁的坚韧，共同构建起头冠的框架和主体结构。矿物质材料中，绿松石那清新的翠绿色，玛瑙温润的色泽，红宝石艳丽的色彩，如同繁星般点缀其中，让头冠更加绚丽多彩。而像羽毛、纺织品、毛发、漆器等有机材料，虽然历经岁月，大多只留下了些许痕迹，但它们曾经的存在无疑为头冠增添了别样的质感和韵味，使其更加富有层次感。在制作工艺上更是复杂精细到了极致。就拿金珠制作来说，唐代工匠掌握了多种金珠制作技术，其中主要的有泼珠法和吸珠法。从对头冠的研究推测，李垂公主头冠上的金珠很可能采用的是泼珠法，即将金块加热融化后倒到冷油或冷水里，使其飞溅成珠，然后再用筛子将不同尺寸的金珠分开。这种方法效率较高，适合制作数量庞大的金珠。这些制作出来的金珠直径极小，仅有 0.08 到 0.12 毫米左右，却粒粒饱满，然后被工匠们精心地装饰在花钿上。说到花钿，其制作工艺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以一朵6瓣金花钿为例，工匠先是把金子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再剪成6瓣花的形状，接着用极细的金丝勾勒出花纹的轮廓，并焊接在金片底座上。花瓣中间镶嵌经过切割和雕刻的绿松石作为花蕊，有的花蕊甚至是用象牙制成。在第二层花瓣以及花瓣的金丝边缘，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细小的金珠，尺寸稍大一点的金珠点缀在边缘，让整个花钿看起来金光流转，华丽非凡。而且为了让金珠与花钿底座牢固结合，工匠们还巧妙地利用了金银熔点不同的特点，先通过胶把金珠按照设计好的图案固定在底座上，
然后将装饰着金珠的花钿整体放在火中烧制，严格把控火候。当金珠表面微微泛红开始融化，而花钿底座还未出现太大变化时，取出花钿，此时金珠就与花钿牢牢地焊缀在一起了。从2004年开始，经过1年半的精心修复，这顶唐代头冠终于重现了昔日的辉煌。这次修复不仅是唐代官史考古和修复领域的一次重大成就，更是唐代工艺与现代科技的一次精彩碰撞与融合。修复完成的礼垂凤冠整体高度达到了39厘米，其复杂和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整个冠饰中，7根发钗如同支撑着历史的柱石，13组大型金饰如同宫殿的梁柱，250多件小型金饰如同点缀其间的宝石，共同构筑起这顶冠的辉煌。冠饰上镶嵌的400多颗珍珠，如同夜空中的繁星；1000多块绿松石，如同翠绿的宝石，金碧辉煌，珠光熠熠，让人仿佛看到了唐代贵族女性头顶上的璀璨星空。然而，这还不是礼垂凤冠全貌的完全展现。在损坏的饰件中，还有多种不同的纺织品和翠鸟羽毛，这些细节的缺失，让我们对这顶冠的原貌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纺织品的柔软与翠鸟羽毛的光泽，无疑会为这顶冠增添更多的生动与灵动。礼垂在下葬时，不仅头戴金花冠，身上还佩戴着3组配饰，一组位于胸部，是用珍珠串连接而成的璎珞，另2组形制相同，是分别配于身前腰部以下2侧的垂饰组合。腰部的配饰采用了多种材质和工艺，如金银丝编织、宝石镶嵌等，形成了精美的图案和造型，凸显出它纤细的腰肢和高贵的身份。腿部的配饰则以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为整个服饰增添了一份华丽与庄重。这些配饰的清理和复原工作同样艰巨，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师们通过对每一个细节的仔细研究和反复试验，成功地还原了它们的原貌，让我们得以一窥唐代宫廷服饰的奢华与精美。这些冠饰和配饰几乎用到了唐代所能够取得的大部分珍贵材料，令人叹为观止，深刻地体现了唐代厚葬之风的盛行。在唐代，厚葬不仅是一种对死者的尊重和纪念，更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礼垂作为宗室女，其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众多，品质精良，反映了唐代宗室阶层在丧葬仪式上的奢华与铺张。这种厚葬之风的背后，蕴含着唐代社会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人们对生死观念的独特理解。奢华的陪葬品让人们对礼垂公主的长相更为好奇了。但由于发掘出土时，礼垂公主的颅骨不完整，整个下颌骨基本缺损，所以公主面貌一直没有得到复原。直到2010年，为完整再现公主容貌，北师大虚拟现实与可视化中心的研究人员将颅面复原技术与考古学相结合，首先通过 CT 和3维扫描建立人的皮肤、软组织、特征、五官4个数据库，通过数据库建立颅骨的重构模型，随后对公主的颅骨扫描，从数据库中找到和公主颅骨特征相关的数据，对缺损部分进行修补，最终得到完整的公主头颅，让我们可以一睹唐代公主的风采。还原后的礼垂脸骨较宽，属大富大贵之相。按照古人的审美标准，礼垂公主应该算得上是唐代典型的美女样貌。随着对礼垂公主墓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更将我们带回那个金碧辉煌的大唐盛世，让我们得以一睹唐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在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能够为我们揭开更多的历史之谜。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